30部剧。你们想象一下，365天，平均每12天就有一部新剧上线。而主演这些剧的是同一个人，他叫翟艺莹。2002年出生，河南姑娘，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戏剧影视表演专业毕业。没有顶级院校的光环，没有横空出世的资源加持，但在短剧这个竞争惨烈的赛道上，他用一种近乎倔强的方式，悄悄在所有人面前站稳了脚跟。有人叫他与 quote 短剧版赵丽颖与 quote， 有人叫他与 quote 劳模顶流与 quote， 而我更想告诉你们的是他本人说过的一句话与 quote， 感觉2025年接的戏都没有特别相像的。与 quote 就是这么一句轻飘飘的话，背后藏着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翟艺莹。说真的，你们最开始认识他，可能是因为某一部甜宠短剧里他低头一笑的那个瞬间，圆脸大眼，笑起来有一种让人放松的温柔感。很多观众第一次看到他会觉得，哦，又是一个甜妹演员。但这件事的背后比你想的要复杂得多。翟艺莹是2001年，也有说2002年出生的双鱼座。这种生日信息上的小出入，倒恰好折射出短剧圈的一个现实。很多演员在真正被看见之前，连基本资料都是模糊的。他出生在河南，毕业于上海的一所职业学院，不是北京电影学院，不是上海戏剧学院，没有那些让经纪公司一眼心动的名校背书。2021年，他第一次出现在大众面前，主演电影《英雄狼部》，在腾讯视频全网独播。那一年，他还在读书，那部电影没有让他一夜爆红，但他没有停。2022年，他开始了短剧之路，青春未央、城之恋、黄飞休想逃，在横店的摄影棚里，一个场景接着一个场景的演。那时候的节奏是与 quote 几个月才拍一部与 quote， 慢，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一个人是从哪一刻开始真正下定决心要在这个行业走下去？对翟艺莹来说，答案可能就藏在2024年那个毕业的夏天。那一年，他拿到了毕业证，同时成立了自己的文艺工作室。从那一刻起，他不再是一个与 quote 在读的演员与 quote， 而是一个要靠这件事养活自己、养活团队的职业人。节奏变了，与 quote 2024年毕业后，1个月至少要拍2部，与 quote 1个月至少2部。然后到了2024年12月，他同时跟进3个剧组，无缝衔接，基本上没有休息。有人可能会问，这样不累吗？翟艺莹在采访里回答过这个问题。他说，那一年他最长的一次休息是连休了1周，前3天还好，就是睡觉，但是到后面就无聊了，开始看各种剧本，怀念剧组的生活。你猜怎么着？他知道短剧行业特别卷，可能一放假就跟不上别人，热度没那么高，观众就会慢慢淡忘你。所以他主动选择了这种齿轮不停转动的生活。但这不是一个关于拼命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。如果你也看过翟艺莹的剧，觉得她的付出值得被更多人知道，记得点个赞，让这个故事走到更多人面前。2025年是翟艺莹真正意义上让整个行业重新认识她的一年。5月2日，芝芝复芝芝上线。这已经是他和柯纯的第3次合作，但这一次他没有在原地等观众，他主动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，从甜美风转型御姐范。有粉丝在评论区写，与 quote 又甜又飒，这才是翟艺莹的完整版。与 quote 48小时内，这部剧的热度值飙升到8510万，连续2日登顶平台榜1。但就在这部剧热度还没完全消退的时候，他已经开始了另一件事，一件更让我觉得他与众不同的事。10月11日，《太阳的背面》上线。这部剧是他在短剧赛道上最大胆的一次。他一人分饰3角，惨死的白月光、男主的幻想女友以及整容诱饵。这3个角色的气质南辕北辙，情感层次也截然不同。在那之前，很多人对翟艺莹的印象还停留在与 quote 甜与 quote 这个字上，但这部剧上线之后，评论区的风向变了。有人说
与 quote 这不是同一个翟一莹。与 quote 有人说与 quote 他的眼神戏，我没想到与 quote 就在同一周，初次尝鲜的热度也在持续燃烧。上线首日7277万热度值，同时登上红果短剧热播榜和新剧榜 Top 2。两部剧同时进入平台热度前10，自己的剧跟自己的剧打擂台，这种与 quote 自己打自己与 quote 的局面，在整个短剧圈极为罕见。初次尝鲜里有一场戏，他等男主的镜头，风吹头发，低头，然后是一个安静的微笑。20秒，没有台词。但就是这20秒，让很多观众在弹幕里打出同一句话，与 quote 青涩感太真了。与 quote 不是因为他在演，而是因为他就是那样的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翟一莹拍了70多部短剧，观众却不觉得他与 quote 有与 quote？ 评论区告诉我，你们觉得他的秘密是什么？我觉得答案就在他自己的那句话里，与 quote 每个角色经历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。与 quote 短剧行业最大的陷阱就是同质化，甜宠剧太多，霸总太多，玛丽苏太多，很多演员每演10部就已经让观众审美疲劳。但翟一莹不一样，因为她从一开始就知道变化不是为了讨好市场，而是为了让自己不变成一个可以被随时替换的零件。那时喜欢你里，她是从内向少女成长为职场女性的林婉晴，眼神里有时光的重量。镜上月光里，她化身红衣执剑的江湖少女，整个气场完全不同。岁岁淮安里，她饰演身患绝症的大学生，在有限的剧集里，把那种带着温度的绝望演得让人胸口发紧。这部剧里有一个她即兴加入的撒娇戏份，被观众评价为与 quote 甜的不工业与 quote。这4个字，我觉得是对她最好的总结。甜，但不是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甜。2025年11月，翟一莹出席红果创作者大会流光盛典，获颁与 quote 行业深耕演员与 quote 荣誉。那一刻，台下坐着那么多比她出道早、资源好的演员，但那个奖落在了她手里。然后是2026年1月26日，半糖青梅上线，24小时内热度飙到8561万，拿下红果热播榜和新剧榜双第一。1个月内，她凭317.3万票支持率，跻身红果年度大赏与 quote 大众喜爱女演员与 quote 第6名。4月30日，野河荒长上线，9天内有效观看量在红果平台突破10亿次，不是11秒，是10亿次，真实的点击，真实的守候。但就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，5月，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。她原定参演的续集《昼以继夜2》因为个人私事导致档期冲突，她无法出席拍摄，制作方无法无限期等待，换人了。有粉丝很愤怒，有人要求剧组延期，有人开始质疑。但翟一莹在5月23日主动在多个粉丝平台发文，她说因个人私事导致近期工作变动。她说一切以工作室公开行程为准。她说不要恶意造谣或攻击任何人。就这么几句话，平静、清醒，没有委屈，也没有自我辩解。这件事，她处理的方式让我想到了一句话：真正有底气的人，不需要靠别人的落败来证明自己的存在。70多部短剧，1亿、10亿、85亿的热度数字，行业深耕演员的奖杯。但我觉得翟一莹最让人动心的地方，不是这些数字，而是她自己说过的那句话，与 quote 后面就无聊了，开始看各种剧本，怀念剧组的生活。与 quote 那种对表演发自内心的留恋，她不是被行业推着跑，她是自己要跑的。第一点，她的甜从来不是讨好，而是一种经过选择的表达方式。那种温柔是她的底色，不是她的面具。第二点，她的变化不是因为不甘心原来的自己，而是因为她知道一个演员只有不断破壳，才能让观众持续相信她。第三点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她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，在这个流量为王、热度见顶就换人的行业里，踏实是最难得的反叛。翟一莹，一个